歡迎嚟到懸疑檔案。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德州喺短短嘅2年時間入邊，就發生咗5單年輕女子遇害嘅案件。所有受害者都係年齡介於20至25歲、身形瘦小嘅白人女子。雖然其中一單案拉到咗兇手，但係其餘嘅案件就要等到14年之後，先至可以還受害者一個公道。1984年12月20號夜晚11點，21歲嘅 Terry 同同事 Lisa 啱啱結束咗夜班嘅工作。Terry 係 MSU 嘅學生，有時會喺 Wichita Falls 嘅一間醫院度做兼職護士。收工之後，佢哋一齊去咗另一個朋友嘅屋企，交換咗聖誕節禮物。按照計劃， Terry 今晚本來要喺 Lisa 嘅屋企度過夜，叫 Lisa 幫佢溫書，應付聽日大學嘅考試。途中 Lisa 收到咗醫院嘅電話，叫佢返去幫手，所以佢就將 Terry 載到自己嘅公寓，俾咗條鎖匙佢之後，就匆匆趕返醫院啦。當時已經係凌晨12點半啦。早晨7點半，Lisa 返到咗公寓，佢敲咗門，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回應。無奈之下，佢唯有向包租公借咗一條備用鎖匙。一打開道門，只係見到公寓入邊一片狼藉。佢嘅心入邊即刻就有咗唔好嘅預感。佢不斷咁嗌 Terry 嘅名，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回應。最後佢喺廁所度揾到咗全身赤裸、瞓喺血泊中、已經冇咗生命跡象嘅 Terry。 Terry 嘅雙手被電線反綁，身上有多處嘅刀傷，生前曾經遭到性侵。法醫成功採集到兇手嘅精液樣本，而 Terry 嘅鞋上邊亦都有一隻血指紋，不過就一直都冇揾到兇手。1985年1月19號清晨，23歲嘅 Tony 喺完成咗夜班工作之後，就行路去到停車場，準備揸車返屋企，跟住佢就失咗蹤。Tony 係一位護士，喺 Wichita Falls 嘅一間醫院度工作。2日之後，有人喺醫院附近一條偏僻嘅小路上發現咗 Tony 架車，車入邊冇第三者嘅指紋，亦都冇其他嘅線索，而 Tony 依然音訊全無。2月15號，一位電工喺281號公路旁邊嘅草叢度發現咗一具全裸嘅女性遺體，而死者就係失蹤咗1個月嘅 Tony。佢嘅身上總共有8處刀傷，心口同埋背脊分別被拮咗3刀，而左手臂同埋手指公就各有1處防禦性傷口。法醫證實佢生前曾經遭到性侵，並喺體內採集到少量嘅精液樣本。另外，警方喺距離 Tony 遺體冇幾遠嘅地方度發現咗一架廢棄嘅巴士，巴士入邊有 Tony 染血嘅護士制服。警方相信兇手先喺巴士度性侵咗 Tony， 再拮咗佢8刀。兇手以為 Tony 已經斷氣，所以就離開咗。不過呢個時候嘅 Tony 仲有氣息，佢用盡全身嘅氣力，艱難咁爬出車外嘗試求救，可惜最後都係重傷而亡。經過調查之後，警方得知一個叫做 Danny 嘅男子經常都會喺案發現場附近度揸電單車兜風，所以佢哋即刻就將 Danny 列為頭號嫌疑人。24歲嘅 Danny 係當地一間夜店嘅脫衣舞男，喺 Tony 失蹤嘅前幾日，佢哋啱啱喺夜店度認識。當警方揾嚟 Danny 問話嘅時候，佢嘅表現令警方覺得非常可疑。佢一直喺審訊室入邊滔滔不絕，睇起嚟好似非常了解呢單案，仲講咗好多警方都冇對外公開嘅信息。佢同意接受測謊，不過佢並冇通過測試。之後鑑證人員採集咗 Danny 嘅 DNA 同兇手嘅精液樣本進行比對，不過由於當時嘅 DNA 檢測技術並唔成熟，所以比對結果為 inconclusive， 亦即係話佢哋冇辦法確定 Danny 係咪兇手。直到目前為止，除咗 Danny 同 Tony 互相認識，同埋佢經常出現喺案發現場附近之外，警方嘅手上並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可以證明 Danny 同案件有關。雖然呢啲間接證據非常薄弱，不過控方都係決定以謀殺嘅罪名起訴 Danny。陪審團喺經過咗2日嘅討論之後，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嘅裁決，所以導致審訊無效。事實上，喺12位陪審員當中，只有1位陪審員認為 Danny 有罪，所以控方最終亦都決定放棄起訴 Danny。於是 Danny 被當庭釋放。
雖然係咁，但係城入邊都係有人一直戴住有色眼鏡嚟到睇 Danny， 認為佢就係兇手，只不過係僥倖咁逃過咗法律嘅制裁。而警方呢邊就一直都冇新嘅進展，於是案件又成為咗懸案。1985年3月24號凌晨，25歲嘅 Deborah 同丈夫 Ken 喺福和市嘅一間酒吧度飲酒，之後 Ken 覺得有啲攰，所以就自己返咗屋企，而 Deborah 就繼續留喺酒吧度。第二日早晨 Ken 瞓醒之後，發現 Deborah 成晚都冇返過嚟，於是佢馬上報警。幾日之後，2位建築工人喺工地度發現咗 Deborah 嘅遺體，佢嘅頭部同面部都有被鈍器襲擊嘅傷痕，不過佢係因為俾人勒住條頸窒息而死噶。警方第一時間就將丈夫 Ken 列為頭號嫌疑人，因為佢將 Deborah 一個人留喺酒吧嘅行為實在係太可疑啦。唔單止係 Deborah 嘅屋企人，就連 Ken 自己嘅屋企人都認為佢係兇手。雖然警方亦都有同樣嘅諗法，不過 Ken 成功通過咗3次測謊，而警方亦都冇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佢同案件有關，所以案件又成為咗懸案。1985年9月20號，21歲嘅女大學生 Ellen 好似平時一樣喺餐廳度做兼職，收工之後佢就獨自行路去到停車場，準備揸車返屋企，之後佢就離奇失咗蹤。幾日之後，有人喺一條偏僻嘅小路上發現咗 Ellen 架車，佢嘅銀包仲喺入邊，而車入邊亦都有屬於 Ellen 嘅血跡。3個禮拜之後，有人喺荒郊野外發現咗一具高度腐爛嘅遺體，經過牙科記錄比對之後，證實咗死者就係 Ellen。由於遺體已經高度腐爛，所以法醫亦都冇辦法確定 Ellen 嘅真正死因，最後只能夠喺死因一欄度寫住無法確定的暴力他殺。1986年5月6號，21歲嘅女侍應 Tina 被發現倒斃喺自己嘅公寓度，佢嘅面部、頸部同埋雙腿都有瘀傷，身上嘅睡衣被拉到腰部以上，底褲俾人除低咗劈咗喺隔離。不過遺體並冇被性侵嘅跡象。經過解剖之後， Tina 嘅肺部有一啲布料纖維，呢啲纖維同 Tina 公寓嘅梳化箍筍吻合。法醫證實 Tina 係俾人用梳化箍筍揞住口鼻窒息而死噶。鄰居話俾警方知，佢見到一位白人男子喺5個鐘頭之前離開咗 Tina 嘅公寓。男子大約6尺2寸高，有深色嘅頭髮，佢當時仲戴咗一頂棒球帽。當警方喺度煩緊要點樣揾到呢位疑犯嘅時候，一通電話為案件帶嚟咗轉機。5月9號，距離 Wichita Falls 690公里外嘅 Galveston 警局收到咗一通電話，打電話嘅人叫做 Farion， 佢表示自己而家好辛苦，好想要自尋短見。當警方趕到現場想要阻止佢自殺嘅時候， Farion 就向警方自首，承認自己就係殺死 Tina 嘅兇手。背景調查顯示，當時27歲嘅 Farion 喺高中最後1年選擇退學，所以佢並冇拎到中學嘅畢業證書，冇相關嘅記錄表明佢當時面臨精神問題或者係被父母虐待，所以輟學嘅原因不得而知。1978年，19歲嘅 Farion 加入咗軍隊，不過佢就一直違反軍隊嘅紀律，包括吸食大麻、行為不檢同埋多次擅離職守。所以佢喺服役6年之後，就被軍隊以非光榮退役嘅條件要求佢退役。退役之後 Farion 就成為咗醫院嘅清潔工。冇幾耐之後，佢同 Jana 結咗婚，並誕下咗2個仔女。不過佢哋之間嘅婚姻並唔幸福。Farion 因為毒癮同埋酗酒嘅問題，而冇辦法揾到一份穩定嘅工作。佢經常轉工，收入亦都非常微薄。Jana 嘅父母經常都要幫佢哋交租同埋買生活用品，但係 Farion 似乎覺得呢啲都係理所當然噶，亦都從來冇諗過要改變自己。1985年12月，Jana 喺忍無可忍之下帶走咗2個仔女，並喺1986年10月正式同 Farion 離婚。喺審訊室， Farion 交代咗案發經過。案發前幾日，佢喺酒吧度認識咗 Tina， 佢同 Tina 分享咗自己嘅問題，包括毒癮同埋酗酒嘅事。佢哋好快就成為咗朋友。案發當晚， Farion 嚟到咗 Tina 嘅公寓，
佢並冇提到喺進入公寓之後到底發生咗乜嘢事。不過 Farron 喺某一個時刻突然發癲，佢將 Tina 撳咗喺梳化度，並用 cushion 揞住佢塊面，直到佢停止咗呼吸。而佢咁做嘅原因係因為 Tina 令佢諗起咗佢嘅前妻 Jana。佢非常痛恨 Jana， 佢認為佢嘅生活之所以會咁慘，都係 Jana 造成噶。Jana 唔理解佢，亦都唔願意出門工作，導致佢必須一個人承擔養家嘅責任。總之，千錯萬錯，一切都係 Jana 嘅錯。不過，點解 Farron 會主動認罪呢？警方猜測 Farron 知道有人目擊到佢離開現場，佢遲早都會被警方捉到，咁不如主動自首，仲可能可以減刑。最終 Farron 因為謀殺罪成獲刑35年。入獄之後 Farron 決定要發奮圖強，佢重讀咗高中嘅課程，並拎到咗高中畢業證書。另外，佢亦都成功戒毒戒酒，仲成為咗一位虔誠嘅基督徒。由於 Farron 喺獄中嘅表現良好，所以佢好大可能會提早獲得假釋。Tina 嘅家屬知道咗呢個消息之後，就積極咁同有關當局爭取，令 Farron 服滿35年嘅刑期。但係喺經過咗10年嘅努力之後， Tina 家屬嘅訴求都係被無視咗。1997年12月 Farron 只係喺監獄度服刑咗11年，就成功獲得假釋。出獄之後，Farron 就搬到咗隔籬嘅小鎮度定居，重新開始。佢喺嗰度揾到咗一份穩定嘅工作，結咗婚，並積極咁參與教會嘅活動。小鎮嘅居民對佢嘅評價都好高，大家都認為佢係一個值得信賴嘅好人。另一方面 Wichita Falls 嘅忌丹懸案，直到1999年依然冇任何嘅進展。於是地區檢控官決定重啟調查呢啲懸案。呢次負責調查嘅警探叫做 John。對於 John 警探嚟講，為呢幾位死者討回公道，拉到兇手，一直以嚟都係佢嘅願望。因為佢同妻子都認識其中一位死者 Tony， 佢哋仲係好好嘅朋友。當年 Tony 失蹤嘅時候，仲未成為警察嘅 John 曾經同細佬一齊出去幫手尋找 Tony 嘅下落。而家佢接手咗呢單案，佢更加希望自己可以親手將真兇繩之於法。呢個時候 DNA 檢測技術已經逐漸成熟，於是 John 警探就要求實驗室將當年喺 Terry 同埋 Tony 身上採集到嘅兇手 DNA 進行比對。出乎意料嘅係，結果顯示兩組 DNA 都係屬於同一個人噶，亦即係話佢哋要揾嘅人係一個連環殺手。John 警探翻閱咗案件嘅資料，先知道當年呢幾單案都係由唔同嘅警局獨立負責調查噶，所以先至冇人將呢幾單案連埋一齊。之後佢又發現咗一啲驚人嘅巧合。我哋喺前邊提到嘅 Farron， 佢喺自首嘅時候，警方曾經問過佢認唔認識 Alan。Farron 回答認識，但係唔知道出於乜嘢原因，當時警方並冇繼續追查呢條線索。另外 Alan 同 Terry 嘅屋企只係隔咗一條街。Alan 嘅好朋友同 Farron 住喺同一棟公寓，而呢位朋友亦都曾經表示，佢每次喺公寓度遇到 Farron 嘅時候，都會有唔舒服嘅感覺。仲有一點就係喺 Tony 遇害嘅時候， Farron 就喺 Tony 工作嘅醫院度做清潔工，而 Tony 架車被發現嘅地方就位於 Farron 屋企嘅附近。Farron 就好似係一條無形嘅線，將呢幾單睇起嚟毫無關聯嘅案件連埋咗一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家只要用 Farron 嘅 DNA 同兇手嘅 DNA 進行比對，就可以證明佢到底係咪兇手啦。但係警方嘅數據庫入邊並冇佢嘅 DNA。於是 John 警探揸車嚟到咗 Farron 目前居住嘅小鎮，監視咗佢幾個禮拜，揾機會拎佢嘅 DNA。有一日 John 警探喺 Farron 工作嘅工廠對面監視佢。呢個時候 Farron 拎住一杯咖啡嚟到咗工廠出邊休息。飲完咖啡之後，佢就將紙杯抌咗入旁邊嘅垃圾桶。見到呢一幕之後， John 警探即刻落車，行到 Farron 嘅身邊，並問佢有冇唔要嘅紙杯，可以俾佢掠咗嘴入邊嘅煙草。Farron 隨手指向旁邊嘅垃圾桶，但係垃圾桶入邊就有好多個紙杯，到底邊一個先至係 Farron 嘅紙杯呢？呢個時候 Farron 正喺後邊疑惑咁望住佢。John 警探嘅大腦快速運轉，
佢醒起 Farion 啱啱食咗一啲芝士餅乾，所以就眼明手快咁拎起咗一個沾有餅乾碎嘅紙杯，再若無其事咁離開。經過檢測之後，Farion 嘅 DNA 同兇手嘅 DNA 吻合。另外，鑑證人員亦都喺紙杯度採集到 Farion 嘅指紋，經過比對之後，同喺 Terry 隻鞋度留低嘅血指紋吻合。於是 Farion 馬上被逮捕。喺審訊室，Farion 表現得非常冷靜，佢承認咗自己嘅罪行，並交代咗案發經過。1984年12月21號凌晨，佢飲咗酒，拍咗丸，並喺條街度亂咁嗌。Terry 聽到聲音之後，開門出去睇下。呢個時候 Farion 好似發咗癲咁撲向 Terry 即刻跑返公寓。然而 Farion 都係夾硬咁進入咗公寓，並開始攻擊佢。Farion 記得佢好嬲咁除咗 Terry 嘅衣物，反綁佢嘅雙手，再用刀捅佢。不過佢唔記得自己有冇性侵 Terry， 亦都唔記得嗰把刀係咪佢自己帶嚟噶，更加唔記得佢之後係點樣處理兇器噶。Farion 表示佢當時對全世界都感到憤怒。事實上，佢當晚已經喺條街度挑釁咗好幾個路人，但係唔知道點解喺見到 Terry 之後，佢就徹底咁爆發啦。1985年1月19號 Farion 一直漫無目的咁喺出邊遊蕩，直到早晨6點，佢喺醫院嘅停車場度遇到咗 Tony。由於佢哋喺同一間醫院度工作，所以大家都互相認識。呢個時候Tony 主動提出可以車 Farion 返屋企。上車之後 Farion 突然出現咗幻覺，佢覺得好憤怒，並不斷對住 Tony 大嗌，仲扯住 Tony 嘅頭髮，逼佢將架車揸到荒郊野外。佢記得佢除咗 Tony 件衫，跟住再用刀捅佢，但係佢唔記得自己有冇性侵佢。作案之後，佢就將 Tony 架車揸到一條偏僻嘅小路上，再棄車離開。1985年3月24號凌晨，喺 Debra 嘅丈夫離開之後 Farion 走過去搭訕，仲邀請佢一齊跳舞。Debra 應承咗，佢哋仲喺酒吧度傾咗成晚。之後 Farion 表示可以車 Debra 返屋企， Debra 亦都同意咗。喺佢攞車嘅途中 Farion 想要同 Debra 親熱，但係就被 Debra 拒絕咗。呢個舉動激嬲咗 Farion， 所以佢就將 Debra 殺死，再棄屍到工地。由於呢單案係發生喺福和市，所以警方並冇將呢單案同 Wichita Falls 嘅案件連埋一齊，更加冇查到 Farion 嘅身上。如果唔係 Farion 主動承認嘅話，呢單案可能將會永遠咁成為懸案。1985年9月20號 Farion 喺停車場度見到咗準備揸車返屋企嘅 Alan， 於是佢打開咗車門，逼 Alan 將架車揸到荒郊野外。佢記得佢除咗 Alan 件衫，但係就唔記得自己有冇性侵佢，亦都唔記得咗 Alan 到底係點死噶，或者係因為佢將 Alan 揈嚟揈去嘅時候跌斷咗條頸啩。之後佢就將 Alan 架車棄咗喺一條偏僻嘅小路上。1999年 Farion 因為謀殺 Terry 而被判死刑，其餘3項謀殺罪名就被判處3個無期徒刑。判刑之後 Farion 提出咗上訴，想要推翻死刑嘅裁決。經過咗漫長嘅法律程序，上訴庭最終喺2014年12月駁回咗 Farion 嘅上訴申請。2020年9月 Farion 要求重審嘅申請亦都被法庭駁回。目前已經65歲嘅 Farion 仍然喺死囚名單度等待行刑。